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在您过往的岁月里，是否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瞬间，某个已经远行的亲人，音容笑貌却仿佛就在身边？或者是否做过一个无比真实的梦，梦里他们清晰地对您说了些什么？大家好，我是厚朴，有佛法就有办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相信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理性的声音会告诉自己，这只是思念太深，只是幻觉。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在强调一件事：人死如灯灭。但是如果今天亲口告诉您，人可能根本不会死的，不是街头的算命先生，也不是什么灵媒大师，而是一位在日本医学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呢？一位在全球顶尖的东京大学附属医院执掌急救与重症监护室超过20年，每天都在跟死神掰手腕的顶级科学家史作直树教授。一个本该最相信科学、最不相信怪力乱神的人，却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足以震动整个医学界，甚至颠覆我们所有人世界观的书。书名很简单，就叫人不会死。这一切的起点竟然源自于一个来自空无一人山谷的神秘声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位顶级医生的脚步，一步步揭开那个科学镜头下关于生命终极的惊人秘密。我们所处的世界真的就是全部的真实吗？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医院是生命的起点，但它更常常是生命的终点站。在日本，这个现象尤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超过80%的日本人是在医院里走完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程。想象一下，在日本全国大约90万张病床，每年就要对应约90万的院内死亡人数。这意味着，平均每一张病床，每年都会送走一个生命。这里就是史作直树教授奋战了几十年的战场。在这个每天上演生离死别的战场上，作为总指挥官的史作直树曾经是一个绝对的科学信徒。他只相信3样东西：数据、仪器，以及写在教科书里的每一条标准作业程序。因为他深知，在冰冷的死神面前，唯有绝对的理性与严谨，才是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唯一武器。然而，就是这份如同磐石般坚不可摧的信仰，却在30多年前的一天，被悄然砸开了一道裂缝。那天下午，一名50多岁的女性患者因呼吸极度困难被紧急送入急诊室。电脑断层扫描、脑脊髓液检测，所有的科学证据都精准无误地指向了同一个凶手——肺炎链球菌。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超级细菌，它不仅引发了肺炎，更可怕的是，它已经突破了血脑屏障，导致了脑膜炎，甚至败血症。在史作直树和他的精英团队眼中，这虽然是一道棘手的难题，但绝非无解之题。治疗方案清晰，标准流程启动。医疗团队立刻为病人注射了最强效的抗菌剂。按照医学教科书的剧本，接下来应该是药物生效，病情稳定，病人转出 ICU。但现实却朝着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向垂直坠落。仅仅半天之后，病人宣告不治。但这还不是最让人费解的，真正的谜团是在病理解剖台上揭晓的。解剖结果显示，患者大脑两侧的颞叶以及维持生命最核心中枢的脑干已经完全软化。为了让朋友们理解这有多恐怖，我们必须先了解脑干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用来思考、记忆的地方，它的功能远比那一切都更加原始和重要。它是我们生命的总开关，是司令部。你的心跳，你的呼吸，你最基本的清醒意识，所有维持你活着的底层指令，都由它发出。
可以说，脑干就是你这台人体机器的总电源。一般的细菌性脑膜炎，好比一场发生在大脑表面的火灾，虽然凶险，但火势大多在建筑外部。可这个病例的感染，却像一个拥有智能导航的幽灵，直接绕过了人体所有的警报和防火墙，一路长驱直入，抵达了脑干这个负责呼吸与心跳的核心电路，并从内部将它彻底熔断了。这次失败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逝去，对始作直树而言，这更像是一场科学逻辑的全面崩塌。他所信赖的那些写在书上清晰无比的因果关系，第一次在他面前彻底失效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第一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如果一个教科书上标准的成功案例可以莫名其妙地走向毁灭，那么一个教科书上注定失败的案例有没有可能反过来走向奇迹呢？答案很快就出现了。在全球急救领域，有一套被称为乌特斯坦模式的黄金标准。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死神牌桌上的一份战报，它通过4个关键条件来精准推算一个心跳停止的病人还有多大的几率能被救回来。不久后的一天，一位60多岁的男性病患被送进了急诊室。始作直树一看他的情况，心里咯噔一下。这位病患4个关键条件一个都不符合，换句话说，在死神的牌桌上，他一张好牌都没有，他必死无疑。但最终的结果却让整个急诊室的医生都目瞪口呆。这位老人不仅奇迹般的康复出院，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严重的后遗症。一个理应活下来的病人死了，一个必死无疑的病人活了。这2记来自现实的重拳，彻底击碎了始作直树固守的医学世界观。他被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这才猛然惊觉，原来在成为医生之前，他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医学奇迹，一个3次从死神指缝中溜走的人。第一次是在他小学3年级，他骑着脚踏车跟在父亲身后穿越马路时，因为视线不佳，被一辆汽车狠狠撞飞。当时医生甚至已经告诉他的父母做好最坏的打算，但他硬是活了下来。第2次是在1979年3月的大学时代，酷爱登山的他独自挑战冬季的北阿尔卑斯山。在攀登过程中，他脚下看似坚实的雪岩瞬间崩塌，那是一个伪装起来的死亡陷阱。他从超过1000米，相当于300多层楼高的岩壁上坠落。那一刻他心想，这下真的结束了。然而奇迹再次发生，他仅仅受了点轻伤。真正颠覆他认知的是第3次。同年12月，大难不死的始作直树再次挑战高难度登山。过程中，他左脚一滑，整个人失去平衡，向着1000米深的山谷坠去。电光石火之间，他拼命抓住了眼前闪过的一块岩石，在千钧一发之际停了下来。他检查了一下伤势，左膝盖受伤了，于是他决定打道回府，等伤好了再来。然而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山谷的那个瞬间，一个清晰无比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别再来山上了。他猛然回头，身后除了呼啸的风雪，空无一人。那不是幻觉，那个声音清晰坚定，就像有人贴着他的耳朵亲口告诉他一样。难道是某个存在在警告他，如果再继续登山就会失去生命？更诡异的是，从那天起，始作直树再也没有动过一丝一毫登山的念头。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理性的分析，就好像那个神秘的声音按下了他心中某个开关，他甚至没有挣扎，就彻底放下了这个曾经视若生命的爱好。就这样，始作直树放下了登山杖，
穿上了白袍。他原以为自己将进入一个绝对理性、凡事都有标准答案的科学世界，但日复一日，在急诊室这个生死修罗场上，那些科学无法解释的裂痕却越来越多。那个本该痊愈却死去的女人，那个必死无疑却康复的男人，这些医院里的悬案就像一颗颗石子，不断投入他平静的心湖，最终激起的涟漪让他想起了多年前那个空无一人山谷里的终极谜团，那个警告声究竟来自何方？当过去的谜团与眼前的矛盾叠加在一起时，始作直树意识到他不能再视而不见了。他做出了一个对于顶尖科学家而言最大胆也最勇敢的决定，保持开放的态度，推开那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很快，他的世界观被彻底颠覆了。1994年，始作直树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亲自参加了一个气功班，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过去所学的牛顿力学瞬间失灵。气功老师名叫中见次郎，是位知名的气功大师。授课时，老师主动邀请几位学员抓住他的手腕，阻止他向前伸臂。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就像纸片一样被老师轻松地甩了出去。始作直树作为一名医生，本能地试图用科学去解释。他想到了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如果老师真的施加了那么大的力量，他自己的身体至少也该晃动一下，或者后退一步。但他发现老师的身体竟然原地不动，纹丝不摇。这在物理学上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奉为真理的物理学其实是有使用范围的？就像交通规则只能在陆地上用，一旦你进入了大海，就需要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航行法则。而这位气功大师或许就是那个懂得航行法则的人。更令人震撼的还在后面，老师让学员们背对他，自己则站在数米之外，做了一个牵引的动作。结果，在场的学员们就像身上绑了看不见的绳子一样，一个个被凌空拉倒在地。这次经历给了始作直树一个关键的线索，他亲眼见证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直接影响物理世界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移动物体，甚至可以疗愈疾病。当他带着这个被彻底颠覆的世界观回到他最熟悉的急诊室战场后，他开始发现另一个世界的证据无处不在。某天下午，一名20多岁的女子被发现赤脚倒在公寓旁的花丛里。30分钟后，她被送进了始作直树的急诊室。诊断结果触目惊心，全身多处骨折，内脏破裂，处于休克状态。但当始作直树看到女子脸庞时，他愣住了，因为她的表情异常的安详，这完全不合常理。从高处坠落，这种程度的创伤，病人通常会因为极度的疼痛和恐惧，面目扭曲，但她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痛苦的痕迹。更奇迹的是，她活了下来。康复之后，她告诉了始作直树一个惊人的秘密。她说：“我不是想自杀，我是被附身了。”原来，这位女子从小就常常被鬼压床。坠楼前那段时间，情况越来越严重，那个东西甚至会要求借用她的身体。在那之后，她就常常会忽然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地方。事发那天，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直到身体飞出窗外的那一刻，她才瞬间清醒，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在昏迷过程中，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去过一个像海底一样阴暗的地方，周围有很多人。当轮到她说话时，一个声音忽然告诉她：“你不应该来这里。”随后一道光出现，她就醒了。而她说，她醒来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始作直树。
理智告诉始作直树，这或许只是精神问题，或是急救药物的副作用。然而，下一个案例就再也无法用巧合来解释了。C 先生50多岁，一位公司负责人。20多年前的一天清晨，他开车送妹妹回家时，车子忽然打滑，撞上了电线杆。当他回过神来时，他发现自己和妹妹竟然一起漂浮在车子的正上方。四周一片漆黑，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下方卡在电线杆上的车子和旁边正在努力敲开车门救人的人。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声音，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同俯瞰现场的妹妹忽然开口说：“哥，你回去吧。”瞬间 ，C 先生就醒了过来。他看到眼前真的有一根电线杆，周围围满了人，一切都和刚刚看到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发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妹妹已经停止了呼吸。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 ，C 先生回忆，就在车祸前一天，全家一起吃饭时，妹妹忽然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死以后的法号应该叫什么啊？”从灵魂出窍到预知死亡 ，C 先生的经历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濒死体验。这让始作直树意识到，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离奇故事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共通的规律。于是他开始疯狂地翻阅文献，试图寻找答案。他发现，早在1975年，一位精神科医生雷蒙·穆迪就已经系统性地研究过这个现象，并将其命名为濒死体验 NDE。穆迪医生调查了150个死而复生的案例，发现无论文化、宗教、年龄，这些人的经历都有着惊人的共同点：灵魂离开身体，穿过隧道，看见白光，回顾一生。但这些是真实的吗？还是仅仅是大脑关机前播放的最后一部电影？传统科学家会告诉我们，当然是幻觉。看见光之隧道可能是大脑缺氧，视觉系统从边缘开始关闭所致；感到幸福被爱，可能是大脑在极度痛苦下释放了大量的内啡肽。所谓的人生跑马灯，也可能只是大脑颞叶在濒死前异常放电导致的记忆闪回。这个解释听起来非常科学，无懈可击。直到202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载了一篇颠覆性的文章。一个研究团队对4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濒死病患进行了大脑活动监测。他们看到的景象彻底推翻了过去的一切。大家请看这张图。在移除维生系统、心跳停止之前，病人的大脑扫描图只有代表自主功能的低频率脑波在活动，这符合我们对昏迷大脑的认知。但在移除维生系统后，病人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其中2名病患的大脑突然爆发出了极强的活动。科学家发现，这根本不是垂死前的杂乱电流，而是一场高度有序的意识风暴。这场风暴的主角叫做伽马波。伽马波是目前已知最快的脑波，科学家已经证实，它与我们做梦时的视觉体验、记忆的回溯提取，甚至意识本身都直接相关。可别忘了，这些病人是处在最深度的昏迷中，大脑几乎没有任何功能。怎么会在心跳停止之后，反而爆发出代表高度意识的信号呢？更惊人的还在后面。科学家进一步分析发现，这场伽马风暴竟然集中在一个被称为后皮质热区的地方。这个区域由颞叶、顶叶和枕叶交汇而成，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类大脑里意识的诞生地。而论文作者在报告中直接指出，当医生们发现这个热区出现异常放电时，
病人常常会报告一种奇特的经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灵魂出窍。现在，科学家竟然在这些濒死的大脑上捕捉到了与灵魂出窍感觉高度相似的神经信号，这不禁让人怀疑，在那个时刻，这些病患是否真的在经历濒死体验呢？最后，也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发现，这个位于大脑后方的意识热区，竟然在和位于大脑最前端，我们大脑的总司令部，被外侧前额叶皮质进行着大规模、跨越整个大脑的高速信息交换。而这个总司令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功能，就是语言沟通。难道说，这位即将离世的人正在和谁沟通吗？他在跟谁沟通？这个问题，始作直树自己或许已经找到了答案。2007年5月9日是始作直树的母亲离世的日子。他被人发现时，倒在浴缸里，已经过了好几天。这让始作直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愧疚。作为一名顶尖医生，他竟然没有及时发现母亲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这份愧疚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尤其让他后悔莫及的是，母亲过世的4天前，他曾去探望过母亲。临走时，他发现母亲一反常态地站在门外，目送他离开。他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本想转头问问母亲怎么了，但心想过几天还会再来，就作罢了。他万万没想到，那竟然是母子间的最后一面。这份愧疚在他心中越积越深。每天睡前，他都会双手合十，向母亲表达无尽的歉意。但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讯息，母亲竟然真的收到了。2年后的一个早上，始作直树的一位朋友尹女士忽然打电话给他。尹女士是一位具有强烈感应能力的企业家，但从不轻易与人谈论此事。然而这一天，她的语气却异常严肃。她说：“始作先生，我想跟你聊聊你的母亲。是的，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之后，你的母亲就常常来找我，说她很担心你，想跟你说几句话。”听到这里，始作直树非常纳闷。尽管他对通灵不陌生，但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仍然感到无比震撼。他开口问道：“我的母亲，她为什么会担心我呢？”尹女士回答：“因为你不断地对她发出非常强烈的愧疚感。”这一下，始作直树彻底傻了。于是两人相约见面，并前往一位通灵者 F 女士的家中。通灵仪式开始后，尹女士忽然开口，对始作直树说：“直树，对不起啊，妈妈让你担心了，对不起，对不起。”那一瞬间，始作直树整个人都僵住了，因为尹女士说话的口气、语调，甚至那种情绪化的方式，都和她母亲在世时一模一样。重点是，尹女士根本不认识她的母亲。这些只有至亲才懂的细节，怎么可能模仿得出来？随后，两人聊了很多家务事，而这些事也的确只有他妈妈才会知道。那一刻，始作直树终于确信，母亲真的还在，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世界。这次与母亲的对话，彻底重塑了始作直树的世界观。如果人死之后，意识真的可以以某种形式存在，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生与死的边界又该如何定义？于是，这位在东大医院工作超过20年的顶级医生，提出了一个仿佛来自科幻电影的理论。在日本的一次采访中，始作直树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比喻来解释他的理论。他说，如果灵魂是真正的我们，那么身体就像是一部配备了大脑的载具。当你坐上车，你必须要插上钥匙，接通电源，车子才能启动。而当你死亡时，你只是拔掉了那根电线而已。换句话说，
灵魂才是真正的驾驶员。我们的肉体只是一部暂时使用的载具，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只是驾驶员拔掉了钥匙，离开了这部旧车而已。这听起来很玄，但最前沿的量子力学却意外地为它提供了佐证。20世纪量子力学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像电子、光子这样的微观粒子，竟然同时具有波和粒子两种形态。更诡异的是，当科学家们开始观察它们的那一刻，它们的状态竟然会瞬间改变，就好像这些粒子知道有人在看它们一样。这个观察者效应似乎说明了意识竟然可以改变物质世界的结果。这个发现虽然没有直接证明人不会死，但它却像一颗思想的原子弹，从根本上动摇了物质决定意识的科学基石。它引申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能：有没有可能，并非是物质创造了意识，而是意识创造了物质呢？而这就是始作直述理论的核心。在这个全新的世界观下，我们的肉体不再是产生意识的发电机，它更像是一台接收宇宙意识讯号的收音机。一旦你接受了意识先于物质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过去所有无法解释的谜团似乎都有了答案。就像那个在山谷中警告他的声音，就像那些在濒死体验中看到光与隧道的人，就像母亲在通灵中说出的那些细节，这一切都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灵异事件，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我们的意识或许有机会可以独立于肉体之外而存在。而这正是始作直述教授走了30多年，最终想要告诉我们那个最颠覆也是最温暖的答案。意识可能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主角，而我们的肉体只是意识在这个三维世界里的一个临时住所。所以人确实不会死，我们只是从这个世界走向了下一个世界。就像始作直述说的，我们常常说生与死，但其实真正的生命是出生、生活、死亡，然后诞生到另一个世界。我们只是路过这个三维世界而已。朋友们，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下一次当你在某个瞬间忽然感觉到某个已经离开的亲人仿佛就在你身边时，千万不要怀疑。或许他们从未真正离开，而我们也终将会与他们再次相遇。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生死的恐惧便会释然。而当一个人内心没有了恐惧，充满了爱与希望，他的气场，他的个人风水自然就会改变。一个好的气场自然能吸引来健康，吸引来财富。这或许才是生命最深刻的智慧。不执着于吉凶的表象，借风水的智慧化解生活的困顿。如果你也在寻找破局的力量，请订阅般若语，并分享给你的朋友。